大家好，我係阿夫拉。星穹鐵道 2.6 版本嘅卡池即將上線，咁我玩咗星穹鐵道咧就將近半年嘅時間，咁我就深刻認識到一樣嘢，就係規劃你嘅抽取計劃之前，要大約知道下一個版本內鬼所釋放出嚟嘅信息，以及人物嘅機制係往邊一個方向發展，然後你就會更清楚你喺呢期抽卡嘅目的係啲乜嘢。所以喺講呢個 2.6 嘅抽取建議之前，我先簡略講一講 2.7 嘅嗰兩個新人物目前已知嘅資訊。首先就係關於星期日呢個人物嘅資訊。星期日嘅人物機制目前流傳住兩個版本，第一個就係話星期日嘅技能有一部分就會同未來 3.0 版本嘅召喚物體係有關，而另一個版本嘅說法就係佢係有利於直傷步傷嘅人物，以及改善組隊嘅能量循環。從另一個層面嚟講，就係話星期日嘅輔助泛用性係比較高。我相信呢個同鞋人物呢，第一個將會造成衝擊嘅將會係花火。由於花火只係屬於一個比較專注於雙步嘅角色，個泛用性就真係比較低啲嘅，所以星期日嘅技能究竟會唔會換走花火呢？我哋就要睇22號之後嘅爆料。而 2.7 另外一個人物大庭雲，關於佢目前洩露嘅資訊，有好大嘅機率咧係用於針對目前嘅超擊破隊伍，更甚嘅就係佢有可能係開拓者嘅上位。如果將佢列為一個超擊破隊伍嘅副師，佢對主師嘅波提歐、流形以及將會推出嘅亂破都係有一個幫助。而基於大庭雲嘅特色就係佢要幫全體目標加上虛刃性效果，除咗可以令到我方部隊咧可以對敵方咧造成多一次嘅擊破傷害，然而亂破嘅傷害倍率只係透過擊破次數去做提升，所以就目前大庭雲嘅機制嚟睇咧係對亂破最有利。所以 2.7 嘅大概資訊就到呢度，我哋就可以開始講下 2.6 版本嘅抽取建議。首先要講嘅就係唯一一個 2.6 版本嘅新人物亂破，關於佢一啲嘅成個人物技能嘅邏輯啊，以及一啲嘅運作機制咧，喺我之前咧嗰啲影片都已經有提到過噶啦。咁究竟亂破呢個新人物應唔應該抽呢？就目前嚟講，如果想發揮亂破嘅最大效果，你係必須要靠 2.7 版本嘅大庭雲咧去做一個支撐。所以抽取亂破嘅玩家，如果想玩得快樂，最低限度嘅就要做到1+1，有啲經濟能力嘅就做到2+1，然後 2.7 版本你都係要預抽埋大庭雲噶啦。所以呢度即係話俾你聽，你入手呢個嘅亂破，你就要必須入手埋呢個大庭雲。冇錯噶，你係要承認呢個係官方嘅套路嗱。所以提咗你哋啊，最低限度1+1，你有冇搞過0+1或者0+0啊？喺0+1或者0+0嘅情況下，亂破開終結技嘅頻率將會變得比較慢，比較慢就會意味住拉長你嘅戰鬥回合，全隊陣亡嘅機率咧就會比較高。所以抽亂破嘅前提，你必須要有軟梅啦，以及加勒克又或者零沙。而亂破係一個自官方大幅提高深淵難度之後嘅第一個人物，所以理論上如果官方想亂破呢個角色買得好，喺佢輸出嘅嗰方面就要有一個保證喺度啦。所以目前我並唔太擔心咧亂破目前嘅強度，亂破去對一啲已經被弱點擊破嘅怪物去做一個超擊破輸出，個傷害咧再加上傷害倍率咧，其實係非常可觀嘅，傷害甚至由40萬、50萬跳到去100萬不等。而亂破唯一要擔心嘅係咩呢？就係驚佢喺非虛數屬性嘅環境下，如果對敵方目標破人唔到嘅話，咁就即係刮痧噶啦。所以目前嘅方案，我覺得係要點樣解決呢？我就想大膽跳脫流形同亂破之間嘅對立面。假設流形做咗削人，亂破做埋尾得唔得呢？我相信呢個策略亦都係可行嘅。所以就目前嚟睇，亂破嘅優勢就係喺超擊破嘅環境下，佢打出嚟嘅傷害係多過流形嘅。而流形嘅優勢係佢可以對目標上火屬性嘅弱點，從而造成弱點擊破，然後再造成超擊破傷害。所以我認為呢個配搭嘅方案呢，係屬於2.6 版本亂破隊嘅優勢互補不足嘅解決方案。但呢度嘅配隊背後呢，可能牽涉更多嘅問題。個問題就係究竟我要唔要將零沙攞走呢？即係3個 C 1個副可唔可行呢？咁我會喺 2.6 版本推出之後呢，就會做一個測試。所以亂破對一啲嘅非虛數屬性弱點嘅目標破人比較慢嘅問題呢，係必須要靠其他隊友去解決問題嘅。呢個亦都係亂破隊嘅玩法，所以有流形嘅玩家，我亦都好鼓勵你用呢種嘅方法去配搭呢個組隊，去發掘一啲新嘅體驗。至於講到 2.6 上半版本嘅人物躍遷，
除咗亂破之外，仲有一個嘅舊人物就係單行飲月。但目前有一啲嘅老玩家咧，去反映單行飲月兩命嘅情況下，打今期嘅深淵已經係覺得吃力啦。所以除非你係 XP 黨，否則嘅話真係冇抽嘅必要啦。而大部分嘅玩家咧，反而係對 2.6 嘅下半卡池咧係有所掙扎嘅，因為 2.0 版本最出名嘅黃泉以及沙金咧復刻啦，佢哋都喺度三心兩意緊，究竟補唔補人物又或者乾追。首先我哋就講一講黃泉。黃泉自星穹鐵道 2.1 版本之後，就係一個三通嘅大師，亦都以黃泉隊體系咧去取代咗大部分嘅直相師。不過自深淵難度上升咗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如果黃泉缺少招優嘅情況下，就真係會打得比較吃力啊。但係以目前深淵嘅情況，無論係上半定下半都係可以做到零 T。不過講就咁講，你會發現到呢一堆用黃泉零 T 嘅玩家咧，都有兩個特徵。第一個就係我啱啱所講嘅，佢哋嘅隊伍一定係有招優嘅；而第二個就係佢哋嘅黃泉起碼係有2命或以上嘅。所以目前為止，黃泉最適合邊一啲嘅人去抽復刻呢？答案就係嗰啲有抽黃泉但係未到2星雲嘅人，就比較適合抽黃泉嘅復刻。但係冇抽過黃泉嘅人，又或者係新玩家，究竟黃泉值唔值得抽呢？我嘅睇法係隨住 3.0 版本呢嘅日子越嚟越近，而且隨住遊戲嘅難度會越嚟越高，黃泉嘅含金量係將會越嚟越低。但如果你話你缺一啲嘅主師啊，去負責做通關啊，打一啲嘅任務啊，唔追求零 T 嘅話，你係可以抽嘅，抽個0+1玩下都無妨。但如果你有強度嘅焦慮，咁我就建議你不如等下年嘅 3.0 版本，到嗰陣去研究下召喚體系嘅玩法，然後再作決定。而最後我哋會講到沙金，沙金所俾嘅護盾機制呢，喺星穹鐵道裏面呢，係唯一一個最特別嘅人物。其中嘅原因就係本身嘅星穹鐵道對護盾嘅機制呢，就係新嘅護盾只能夠覆蓋舊嘅護盾，而唔可以做一個堆疊。但係沙金呢嘅護盾呢，係可以做堆疊嘅，而且佢有另一個好處，就係當你嘅沙金係1+1嘅情況下，無論喺主動或者被動嘅情況下，沙金咧都可以有好高嘅機率咧，去將呢個嘅堅援籌碼，即係佢嘅特色護盾，去派俾其他嘅隊友。而沙金以一個護盾機制咧，對一啲新手嘅幫助咧係非常大。因為我就係喺沙金嘅 2.1 版本出嚟嗰陣咧，就開始玩星穹鐵道嘅。如果抽咗沙金之後咧，喺劇情通關嗰方面咧，真係順風順水。所以無論你係咪玩追擊隊嘅朋友，如果你係缺一個生存位嘅話，我就真係非常建議你去抽沙金，抽個0+1都可以噶啦。當然我係會更建議1+1，特別喺深淵出咗呼雷之後，有好多人就留意到沙金真正嘅價值喺邊度啦。咁以上呢，就係我對 2.6 版本嘅抽取建議。咁如果你哋有唔明呢，就歡迎你哋喺下方留言。咁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呢度，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。我哋下次再見。